Here is go back. 欢迎光临光钓虾场，我是你的妈妈想彩珍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年轻的主菜。大家好，我是婕妤，又 K 的家啦。怎样？现在怎样？年纪大一点是不能钓虾，是不是？摄影师不要犯了，太过分了，就来真的就扒了耶！没有还在预热哦，刚刚还在我要看预热。摄影师，现在要成真摄影师，请 email 下面空丢离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竹的光钓虾场，来到这里会想到什么？华灯初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划虾出上。而且我们是有备而来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妈妈桑哦，我是妈妈桑啦，她是小姐啦，叫她妈妈桑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哪有那么年轻的妈妈桑？那今天来这边钓虾，它是新的场子，然后来试试看它的钓况怎么样。我觉得它名字最吸引我，实在是太特别了。就觉得一看完华灯初上，一定要来没有错，一定要来这一间钓钓看，好不好钓我们等一下再说，钓了之后才知道。但是这一间进去之后，全程要讲的是日文，因为我们是日式的酒店，我们卖的是日式的虾场，日式的虾场。它是老板顶下来重新开幕的，叫光钓虾场，很有意思的名字耶。没错。来到里面呢，你一定要讲的是日文。对于讲日文这种东西，要本人略懂一二，就是你所有的话语后面加得是，就是日文啦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钓虾得是 ，Let's go。我觉得这一集钓虾应该是我尺度最大的一集。穿比基尼在海边那还不算尺度大，在人潮拥挤的地方穿一个奇装异服尺度有点大，很害羞哎。可是人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哇塞，我们家的小姐很会讲话，对不对？就是彩珍妈妈想教的好。我这只虾子是在玩我吗？他在对你欲擒故纵。对，婕妤钓鱼的钓龄比我久，钓虾可能比我短1年左右。对，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钓鱼跟钓虾，你觉得差别在哪里？我觉得有像的地方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像的话，我觉得是钓虾会像是钓软丝，因为你要去揣摩说，现在它这个状态是在救饵呢，还是只是路过？软丝要去吃饵不吃，它的心态到底是什么？这个要头足类钓很久的人才揣摩得出来。我们就是单纯，我只能揣摩到我的木虾要养成什么样的状态，它有可能会来吃。对，就是要各种去试。哦，有号。哦，哇，可能不小哦，因为哇，好软哦，杆子要软，你那种手感才好玩，而且跟玩黑底跟手竿一样。没错。然后喜欢用杆子的软度，对，去控制我们的鱼虾，让它起来，然后照着自己的方向。很多人大部分的女生好像接触都是先接触钓虾才钓鱼，那我就是这种基本的。对，因为其实钓鱼跟钓虾太多接近了，你如果先了解钓鱼，你会更容易了解钓虾。对。但是如果你先玩钓虾，你再去入行钓鱼，你会发现它是迥然不一样的世界，而且会觉得美感更多。对，这一集不是那个日本的那个，现在是在探讨，对，现在感觉在探讨钓鱼跟钓虾的差别。没有啦，没那么严肃啦，我们只是在跟大家分享打比赛。待会啊，因为我们2只竿的钓性是截然不同的，你会发现我是用55钓的，这一只是 HR 的鬼力，它是55钓性的拉姆虾，就是舒服。然后婕妤那一只是羽流4，它的钓性是28的。然后我用你那个有可能没有控制好就变飞虾了，因为你这个是往死里开，然后用那一只可能会飞虾。了解。所以待会我们各用1个小时再交换一下。好对啊，来分享一下，因为杆子的调性落差蛮大的啦。而且
我觉得它这一支的杆身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很适合今天。今天就是小姐，但是我觉得它略显可惜的是，可能是因为它的杆身非常的细，然后很轻巧，它可以是偷跑杆，但是它没有润节，所以还蛮难跑的吼，因为它就是蛮长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啊，钓虾的一些用语很有趣。很有趣，因为我都跟他讲说，你有号要跟我讲哦。我想说什么号？我想说是吹那个牛角起床号。好，我们现在交换杆子，很明显可以看出我们两个调性有天壤之别。但是呢，婕妤爱软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这一支。它非常的轻盈，不重手，它非常有感觉，很有感觉。我还是习惯有润节的，我喜欢打边边，我觉得打边边很方便啊。上半场因为软杆的不适应，所以呢，我的比数严重落后。下半场我希望我可以追回来一点点。没关系，百合有说，我们人的这辈子呢，会遇到了很多不同的虾，不是每一只虾你都要放在心上的，也不是每一只虾都要放到嘴里。放枪就 let it go 吧。好，我会把姐的话听在心里。是百合姐，再轻一点点。我正在逗她，希望她可以把耳抓紧一点，放嘴巴最好了，放久一点。对，你就跟沙子说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好爽！那就是走错棚啊！我们的酒店不接受未成年呢，这个要 pass， 未成年也不能来这边钓虾。双高哎，这也太好了吧！不出手则已。宝宝妈妈长，你在低调什么？哎，我的来了！你那是虾窟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这边都不行。喂。哦。这两夫妻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钓虾就是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，不要到不咬了之后才来后悔。好，我们钓完了，现在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好了。这两只杆子的调性其实落差非常的大，对，28跟55，所以其实你在操作上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。那你喜欢？第一个我觉得重量就有差，拿起来手感不一样，差超多，因为两只在换，所以很明显的会感受到差异。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我觉得在起虾的时候的那个手感感度，我觉得55的要偏细腻一点，你要蹭到虾，然后再打。不然很容易养空杆。我懂你意思。这样有可能是。然后可是你还有放枪，然后你放枪的点，其实我觉得是没有让虾手腕没有放软。因为就算它是软杆，你跟它硬拔还是会脱钩，所以还是要再练练。我敢啊，它会咬人吗？没关系。还有浣熊可以抱哎，好可爱哦！嗨，不行，给我抱，拜托。浣熊，它黏我了，哎，好好玩哦！这边有浣熊，它叫做 Candy， 浣熊也超可爱的，它吃什么？没有糖果。啊，糖果，它会充子女。给它分析。对。安抚它的情绪。对。他几岁？他1年6个月了，算是很小，算小的，算小，而且很重哦，很重，每个人都喂它，超可爱的。没有看我都穿外套，因为它会抓伤的。好可爱！他想要玩麦克风，冷静，好可爱！我在网络上看到影片，他都会洗那个。不可以咬，这是麦克风，对。好可以了，真的厉害，还蛮好玩的。他是男生女生？女生，其实蛮纯的，好好玩哦。我们的光钓虾场还有它的吉祥物，
没有想到穿眼姐她要出来秀一下，对，出来秀一下。露脸，然后看看我们的吊框怎么样啊？我还讲，哎，对啊，他的水桶那么小是看不起我，是不是？他就觉得我不会掉，是不是？2个小时，哎，好像差不多。数一下几只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只，好像19只，刚刚双钩啦，双钩。宝宝。今天吊框其实，哎，以节育来讲算是不差哎，1个小时它有将近10只。好，我钓的呢其实有点差。其实算很差，新的厂子，而且它的虾量好像没有活动。江汉有说过，谁没有绕过赛？绕过赛证明我有钓过。我就把华灯初上的台词全部都运用在这一集脑海里了。对，我还有一句，江汉他还说过，谁不想当虾神？每个人都想。对，但是呢，你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了啊。那其实这间虾场，我觉得它是传统的虾场，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环境就是传统虾场的环境，但是我觉得也算干净的，也算干净，不是脏乱的那一种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欢迎大家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它还有吉祥物可以玩呢，还不错吼，但是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，一直玩我的这个害羞，而且还要吃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我们的小姐婕妤。不会，好了，捧场加映，记得可以去订阅熊与猫的频道哦。谢谢大家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忙一个赞，然后分享影片。记得你要订阅频道，也不会错过其他的影片哦。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碎。哇哦！哇，怎么样？我没有抢你的虾，我是捡你钓剩的。捡你不要的虾，再讲一遍。我没有抢你的虾，我是捡你钓剩的。我是捡你不要的虾，再讲一遍。我没有抢你的虾，我是捡你钓剩的。啊，我怎么一直重复3次都一样的话？再一遍。